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聊起凯越 800X， 对于喜欢 ADV 的兄弟来说，对这辆车肯定已经盼望许久。据说是准备明年4月份上市。我是有幸在宁夏中卫借到了工程样车，也试骑了一下，所以和大家提前聊一下我个人对这辆车的看法。由于人家还没有上市，也没有到了量产状态，所以今天的视频不能代表凯越 800X 未来的成品。首先，这辆车的整体造型设计方式，我个人来看是参考了雅马哈 T700很多设计，甚至可以说相似。这一点凯越自己也不避讳，场地就放着一台 T700让你相互试骑，可见对自己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当然，凯越自己的原创设计元素也很多，我倒是觉得学习人家成熟的设计方式，融入自己的设计理念，以及拓展符合国人骑行和使用的摩托车，没有什么不对。只要不是和某肖一样搞那种1:1仿制，大家都能接受。然后就是凯越引以为傲的整备重量180公斤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的反应没有大家那么强烈，就是大家可以换一种思路，比如当下大部分厂家都在效仿宝马水鸟，做体积庞大的重型 ADV， 甚至国内500cc 的 ADV 也要硬做到和宝马一样的体积，不行再加装护港包、刀伞，力求造型大于实用。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只要骑着舒服就行。因为有的人需要精简干练的骑行方式，有的人需要重装出行的骑行方式，这个按个人需求。而凯越的设计理念是回到 ADV 的本身，用做越野摩托的思维去做 ADV， 这也是张雪最拿手的。所以不要求庞大的体积，但求轻盈的操控，以及更多路面的通过能力。你看我这样说，大家应该更容易理解。所以大家不要传得那么神奇，只是人家懂得思维转换。但同时，凯越也确实付出了实际行动，比如全车螺丝，甚至后视镜重量、龙骨、裂盘等等，都做了轻量化处理。大家可以截图慢慢看，还是有点意思的。然后 800X 的前头设计与它自家的450 Raleigh 是一样的，算是家族式设计。这个前头下面是一个标配的拉杆式阻尼器，然后是水箱，水箱上面是它的蓄电池。以往大多数车型，我们的座椅下面放电池，而它的设计是油箱的位置是空滤，从空滤后面一直延伸到座椅下面才是油箱。这样的做法可以做到更低的重心，整体车辆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一切从简并且修长，甚至可以说单薄，骑着也有领到越野摩托车的感觉。就是车身窄，重量轻，骑姿高，凸显它动力大，操控轻盈。然后它这个数值仪表也和 T700 类似，不过凯越是液晶的。仪表有意思的点，前后轮都配有实时胎压、胎温以及车身倾角等等，配合车把的菜单按键进行设置。据说未来会有模式选择。这一台车是工程样车，所以连 ABS 都没有，甚至外壳件都是 3D 打印的。前减震使用了一副倒置减震器，支持预载阻尼调节。看这个行程有220到240，同时搭载前21寸后18寸的辐条轮毂和正新轮胎，原厂标配铝合金的防摔护杠。发动机用的是并列双缸水冷 799cc 发动机，9000转77千瓦，8000转86牛米。这个数据基本和 KTM 790是一样的，但是凯越只有180公斤呀。另外，原厂配有铝合金的底盘装甲，与发动机直接连接，可以很好的保护排气和油底壳。后减震行程同样有220到240。使用了铝合金后摇臂以及钛合金排气，另外比如空滤这些都使用了快拆件，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其他的话还是要等量产车上市，这台车就是工程样车，可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视频最后，凯越对这台 800X 还是注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甚至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一味的追求轻量化、追求性能、追求与众不同，是需要大量的市场检验和反馈的，不可能一出手就是最牛逼的。因为成熟的车型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用户反馈，不断的更新以及调整，最后达到了大家心中所谓的神车。简单点说，就是知识可以解锁，但是能力一定是练出来的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希望未来可以给大家带来 800X 真实的路试。